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周的摄影无聊家，我是阿元。那我们都知道特斯拉上面有一个模式叫做哨兵模式，还有它内建一个行车记录器的功能，它可以让我们在行车或是不在车上的时候都能够有录影的画面。这是一个很多别的品牌都很羡慕的功能，因为他们车上需要额外装别的东西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画面。但是内建特斯拉的这一个行车记录器或者是哨兵，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没有时间标签。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分享怎么用 Mac 上面的开源软体来让这一个画面能够被打上时间标签。除了可以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做其他很多的用途。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打开 Terminal 这个程式，每一台电脑都有，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键，输入 Terminal 你就可以打开。接下来我们会需要输入一些代码来下载跟安装一些开源的小程式。虽然一开始听起来比较复杂，但是照着做你都可以成功。我这边都讲的基础一点，代码都已经整理在网站上面，你可以进入到我的文章，就可以快速的把代码一键复制贴到你的 Terminal 上。不用程式语言基础，你都可以做到。那网址在这边。第一步，这边我们要先来安装 Homebrew， 输入这一串，然后 Enter， 再打入你的登录密码，再按 Enter， 你就会开始安装。当你看到你的使用者名称又出现了，像我这边写的是 LIU， 那就代表安装好了，它正在等待下一个指示。记住这个逻辑就好了。接着我们输入这一串代码，从 A 口开始复制，这边要复制你的，所以网站我不能给你代码，因为像我的使用者名称是 LIU， 那你的使用者名称一定跟我不一样。然后这边复制完你就按 Enter， 一瞬间就好了。进入到第二步，我们要来安装开源的转码软体，这边你可以贴上这个代码，然后 Enter， 也就是安装 FFmpeg 的意思。那你这边看到这一串绿色的，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安装 FFmpeg 里面的各种功能。那下载要等一阵子，它都会自动跑。它跑完的时候，几乎最后一排你就会看到 install 的这个关键词，然后最后又出现你的使用者名称，这个时候就已经代表安装好 FFmpeg。那第三步，我们要来安装 Python 来帮助它执行自动化。所以我来到 Python 的官方网页，点选这个安装包，然后下载，再把它打开。依照它的流程依序安装，这样就安装好了 Python。那 finally 来到最后一步，我们一样回到刚刚的 Terminal， 输入这一串代码来安装特斯拉的打时间标签的主程式。那也要感谢制作开源的作者，只要看到 successfully install 就是正确的。最后我们再把它写进我们的路径里面，就是先输入这一串 nano 代码，然后 Enter， 贴上这一串 export 代码。然后按一下 Ctrl X， 打 Y 确认存档，再按下 Enter。最后呢，我们再输入 Source 的这一串代码，就是刷新一下。那以上就是安装的基本步骤了。最后要确定有没有正确安装，你可以输入 Tesla Dashcam Help， 能正确跳出一串东西而不是错误，就代表你前面的步骤全部都做对了。那你就可以正式来打时间标签。现在我们把车上的硬碟或是储存装置直接插到电脑上，那你就可以看到 Save Clip 这个资料夹里面有很多档案，这些都是我们的关键行车录影，通常都是我们按下喇叭就会记录的画面。那我们可以在 Mac 上面用空白键先预览这些影片，找到我们重要的，这次想要去打时间标签的，把要的再留下来，其他的先移除。避免等一下转档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它等一下会全部都一次打标签嘛。那这边范例我就挑了这些档案下来，几乎都是同一个时间，但是不同视角。我就在刚刚 Terminal 里面输入这一串代码，你可以看到上面写执行 Tesla Dashcam， 不要左边，不要右边，不要后面，意思就是只留前面的视角，然后 Enter。因为我资料夹留两个 front 的档案，所以你会看到它执行了1/2跟2/2。那做好的档案会在本机使用者里面这个资料夹，你就可以看到档案了。那现在你就可以预览是不是前面视角的影片已经被打上时间了呢？那同理，如果我们要看后面视角的影片，我们就把刚刚那一串英文改成
不要左边，不要右边，不要前面，意思就是只留后面嘛。这样你就看到了后面视角有打时间标签了。比较特别的是左右两侧的画面，这个目前我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没有办法依照刚刚的逻辑设置，不要前面，不要后面，不要左边。所以我的暂时的方法就是你把左边的影片名称直接改成 front， 这样子代码就用同一个，就是不要左右后面的，你就可以达到左侧视角的影片。那如果后续特斯拉的镜头有更多的视角出现，应该也可以照这个逻辑先这样办理，然后等待后面有这个 bug 的修复，或者是作者开放新的那个代码的话，我们就可以再来试试看。以上就是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有不懂的，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也会尽力的去回答你。那如果不会，你也可以先问看 ChatGPT， 因为很多我也是这样子，毕竟我也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人。不会的、卡住的、有疑虑的，你都可以问问看。包含例如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是正确的吗？然后为什么显示这样的错误？他回答其实都很厉害。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大家也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集再会，行车平安。